现在测的是绅士 GK350，B 站的粉丝提供的，从200公里外的桂林跑到柳州过来测，测完呢他又跑回去，因为呢全网都没有这台车的百公里加速数据。29千瓦，188公斤的车重，最终跑出了6.0秒的加速成绩，在我那个加速排行榜中排名第45位，第3次跑出来的。发动机冷却了10多分钟，又测了2次，第4次是 6.1， 第5次还是 6.0， 后面就放弃了，因为他从200多公里的桂林跑过来，只冷却了20多分钟就开始测了，还是6秒。如果能让发动机的温度更加冷却一点，它的成绩还能更加快一点，应该能跑到 5.9。 6.0秒的成绩呢，在这个排量单缸车型中算是中规中矩吧。老款的 310R 呢，我测过了2台，有一台是1万公里左右的，跑出来的成绩是 6.7秒，有一台是接近2万公里的，跑出来的成绩是 7.1秒。新款的成绩明显要比老款要好不少，但是呢，就不知道开了1万或者2万公里后，它的成绩会变到多少。不过呢，这个成绩呢，也和车主的保养也有很大的关系。最近呢，机车圈的加速排行榜呢，大家关注度还是蛮高的。为了让大家更好的对比，我又负重了20多斤跑了一次，因为他们的标准是满油65公斤测，所以我负重了12公斤左右，弥补了油量和体重上的差异。尽可能的控制变量，让数据的对比更加有参考意义。负重后第一次就跑出了 6.1秒的成绩，在机车圈排名第9位。比 NT03 慢了 0.3秒左右。为什么负重测我就测了1次就没有继续测下去呢？ 6.1 负重跑 6.1， 因为之前测试的几次已经完全熟悉透这台车了，就没有再进行测下去了。因为发动机的进气温度和离合片的温度一直处于高温状态下，发动机的动力呢是有所下降的，而且离合片的咬合力呢也是有所降低的。如果再测下去的话，就越来越慢了。相比没负重前只相差了 0.1， 也再次的验证4秒级别的车子满油跟空油就相差 0.1 都不到，6秒的可能 0.1， 8秒的 0.15 到 0.2 左右，13秒左右的在 0.3 左右。GK350 前减震呢，阻尼是调的比较硬的，而后减震呢是调的比较软的。前减震的阻尼呢调的软一点，后减震的稍微硬一点，那就好了。因为这台车的前后减震硬度落差有点大。过一些细小的颠簸呢，手会比较震，而这台车呢，开起来的感觉明显要比310的更加沉稳一点，而且车架的长度也更加高，各方面的升级导致的这台车比老款呢重上30公斤左右。这台车呢，刹车的力道还是比较可以的，要比其他的竞品都要强，手感的细腻程度呢也是过得去的。但是呢，这台车呢不太喜欢大角度压弯，走直线呢比较合适它。这方面的调教呢，是很考验厂家的设计和功底的。